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常听说人在临死之前会有一些预兆，只不过有的时候这些预兆我们很难发觉。比如说遭遇横祸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总会感觉身上不舒服，或者说是一些别人难以理解的话，来预示着自己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样类似的一件事情，很离谱，但是也不能说离谱，没准啊只是巧合吧。大概是09年那会，我那时候还没有成家，一直跟着我三叔在工地干活。我三叔呢是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头头，我那个时候啊主要是跟着他学活。那时候一块在工地干活的有这么一个人，大家都称呼他为老邢。老邢这人呢性格非常外向，特别喜欢跟别人开玩笑，并且没有脾气，怎么说他都不着急，整天都是嘻嘻哈哈的。老邢的工作角色呢是泥瓦匠。那几天正在进展中的一座楼房盖得已经很高了，老邢砌砖的时候呢，整个人都跨坐在砌在一半的高墙上，得有那么个5、6层楼那么高的高度吧。老邢这人呢大大咧咧的，性格呢也比较泼皮，再加上也是个老手，越是感觉自己经验丰富，就越容易不谨慎。所以在他一开始爬高处的时候啊，坐在那里砌砖时，身上的安全绳就没有绑好。因为我三叔呢是这边的头，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工地周围转悠着，监工或者说处理一些突发情况。我三叔当然是了解老邢的性格，知道他比较粗心，于是就站在底下专门就盯着老邢。当我三叔发现他的安全绳没有系好之后，就忍不住破口大骂：老邢你真是活腻歪了呀！啊你嫌命长吗？那么高，你连安全绳你都不绑好，掉下来给你摔出屎来。可能原话啊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大概啊就是这么一个半开玩笑的训斥。因为工地上啊大伙都互相嬉闹惯了，再加上老邢也并没有什么脾气，于是呢其他几个人呢也跟着起哄，就瞎喊。有的人就冲我三叔说道：老邢要是出点啥事啊，回头你就替他照顾好他老婆孩子吧。随后众人也是一阵的哄笑。这时候老邢也说话了，他就冲着底下站着的我三叔就喊道：放心吧领导，我要真摔下去了也得拿你当垫背的。随后又是一阵大笑。后来我也忘了老邢有没有听我三叔的，把这安全绳给系好。反正这一天呢就这么过去了，也没出什么乱子。前面我讲的是这件事情的背景，重点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那才堪称是对我心灵的巨大打击。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啊，包括老秦在内，我们一队人照常在各自的岗位上忙活。按照惯例呢，我三叔应该作为负责人会在现场监工，可是那天我三叔一大早就闹肚子，上吐下泻的，大概率啊是头天夜里喝酒喝的。因为我三叔生病，实在是没办法盯着工地了，但现场呢又不能没有人，于是我三叔呢就联系了另一组的一个熟人，也是工地的一个什么领导，让他呢来替自己呢盯上半天。那个替我三叔的人来了之后呢，在现场一边溜达着，一边和其他人聊着天。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嘛，也都比较熟悉。那时候我是负责捆绑钢筋条的，正当我卖力地捆着手中的钢筋，这时候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紧接着就是现场所有人的惊呼。我顺着声音回头，眼前发生的一幕可谓是把我的下巴都惊吓掉了。在高处砌砖的老邢从楼上摔了下来，掉下来的途中呢砸翻了一块木板，木板随着他一起砸了下来。并且极为巧合的是，替我三叔在这盯现场的那个人正好被摔下来的老邢和那块木板压在地上，当时两人一动也不动了。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事故现场，场面极其惊悚，也很是扭曲。到底是压轴了，是替我三叔来监工的那个人，那人的上半身压在那块大木头板下，而老邢则瘫在一旁，一半的身体压在那块木板上，周围也是雪花四溅，也分不清楚是老邢身上的血呢，还是被砸中那人的血了。亲眼见证了这一幕的我呢，后边2、3天的时间里啊，都没什么胃口，也没怎么吃饭，甚至还一直做着噩梦。可能有的朋友呢，会觉得我胆小，
但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对我影响这么大的原因，不只是血腥恐怖的场面，最主要的是头一天老邢跟我三叔的对话。开头我也讲了，当时我三叔是半开玩笑的，训斥老邢时说了掉下来摔出你的屎这种话，结果第二天老邢真的是出了意外摔了下来，而老邢头天的回复则是如果我摔下来，我得拿你当垫背的，就是这两句玩笑话界，果在第二天真的就成了现实，老邢摔了下来，并且如果不是我三叔闹肚子找人替班的话，被砸的很可能就是我三叔了，这不就真的成了老邢垫背的了吗？但恰巧的是，我三叔头天夜里喝多了酒，闹肚子没能上班，躲过了一劫。大家可以想一下，从头到尾这件事件的发展顺序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在掌控着他们几人的命数呢？从那以后，我觉得人不能不信命，而我的三叔呢，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很命大的人，因为闹肚子躲过了一场灾。这起事故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老邢当场死亡，被砸中的那个替我三叔监工的人抢回了一条命，但是在医院躺了半年多，一直有好长时间以后，听别人说还行动不利索的。这件事呢，影响很大的还是我三叔。单位给老邢家里赔偿以后呢，我三叔也从家里拿了很多东西和一些钱去探望了老邢的家人。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三叔还是会去给老邢烧一点纸钱，或许也是觉得内心有愧吧，没准他不开那句玩笑话，老邢就不会出事呢。